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要保湿，伊贝诗，伊贝诗弹润保湿水。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赢100元现金券。本节目由海伦凯勒、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100万红包等您来拿。现在，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他们是著名的心理专家于吉进于老师，欢迎于老师；华谊嘉兴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我们先来了解第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和我的男朋友现在已经恋爱4年了。我为我们的婚礼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但是我就不明白他和他的家人为什么一直要纠结在这个彩礼的问题上。就是因为这点彩礼钱，让我们现在处于冷战。我一直在努力想要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但是他的态度却让我越来越琢磨不透。难道我们4年的感情就要败给现实了吗？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江29岁，来自大连，是一名金融销售；女嘉宾玲玲27岁，同样来自大连，是一名销售。有请。欢迎两位哈，闹腾什么呀？我们也不想闹腾嘛，这个事儿主要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么长时间4年了啊，感情其实一直也不错。我们家呢已经把这个婚房啊、装修啊、家具家电呐，包括结婚当天的那个酒席嘛，也是都由我们家来操办。但是呢，就是这个在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他们家就提出额外再要10万块钱这个彩礼，不管是我还是我们家，我觉得都没法再接受这种得寸进尺的要求。是这样的，我们那儿就是结婚的时候风俗，每家结婚的时候都是10万块钱，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我的父母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了。这不是你自己挣的？这个就是的确不是我自己挣的。哦呦呦呦！如果说我自己有能力来承担，我一定自己就拿出来。明白了，别要了呗。是这样的，我觉得他的态度非常是有问题的。去年4月份的时候，2家人就过来一起吃饭，然后我妈就问他家有什么要求啊，他家说没什么要求，我们就等着娶媳妇了。他父母就问我们家有什么要求，然后这个时候我父母说我们那儿就是每家嫁女儿的时候都是10万的彩礼钱。我父母就这么一说，然后他父母的脸色立马就变起来。就是我觉得吧，你也能考虑一下实际情况嘛。如果说我有这个经济能力来承担这10万块钱的话，我现在我就可以掏给你。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父母就是给我的就是什么房啊、装修等等这些东西花的钱已经够多了。如果再额外拿出10万块钱的话，那么我觉得简直就是我不孝。这个夸张点说，简直把他们棺材本拿出来给我结婚的话，有点太过分了吧？我这个要求啊。我们结婚，人家讨论都是结婚的事情，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为什么就是那样啊？而且你就是我们父母老的时候，那也我们肯定也会去养他呀。我们不是说去拿着这钱，这个钱也不是给我们父母，也是给咱俩的生活呀。对，我知道。停一下。从去年4月份开始就这么吵了是吧？对。这婚还结不结？但是他这样态度没法结。那是不是从去年4月份，自从谈到这件事儿之后，一直到现在这1年多的时间了，你们俩反复就为这点事儿这么抬杠啊？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父母谈完了以后，我们不回去了嘛，然后从这以后我们的问题点就开始出现了。其实我也当时聊完了这个彩礼钱以后，然后坐在车上的时候，我也问父母，我说要不就不要那么多吧。其实我心里也是站在他的角度去想。然后晚上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个10万块钱彩礼准备好了吗？
我也是开玩笑，他一听接电话就怒了，然后告诉啊，你家也，然后就说那个事儿啊，你家怎么张嘴就10万，一切都是我们家准备的，你家人也太就转乎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家再准备，你家越踩脚底，我们家越踩脚底，你家越伤。不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有点不可理喻，因为的确如此啊，就是好，彩礼的事儿放一边，后来发生了什么？就因为这个事情以后发生了以后嘛，然后一直在吵架嘛，马上到5月份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拖了，毕竟亲戚呢、家人都知道我们要5月份结婚了嘛。然后我因为我总是出差嘛，公司也要催我走，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要走了，然后他就借着话题说，那我们就回来谈谈吧。我也行，那我回家的时候，他就是那种态度也是很冷淡。咱们俩的就是现在这个感情已经什么样了，你自己不知道吗？就是以前可以说就是很亲密、很甜蜜吧，这样。但是现在啊，你回来以后就是抱着手机，然后就聊什么微信呐、打电话，而且半夜12点以后了，我记得好像是，然后有一个所谓的异性朋友给你来电话。你让我怎么接受？这半夜呀！我不是跟你解释过吗？那只是我一个朋友而已，人家也没在中国，在加纳那边，这边肯定会有时间差。再说了，我也没避讳我说什么暧昧的话题呀，我也是在当面给你打电话呀。但是呢，那你这个语气呢，那么温柔，好像还有真的，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就是准备就要那个寻找下家了啊？我这个钱拿不出来，他总是这样的态度，寻找下家，每天就疑神疑鬼的。本来那个人就是1点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特别生气，和他吵了几句，他也是特别生气，然后床前有个杯子咔就摔了，当时特别生气，然后半夜的时候打车我就回家了，根本都没去追我，然后我自己穿的也特别少嘛，我拿包就走了，而且我去拿电话，钱我都没带，他连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回到家里时，父母看到我这样都不敢问，我只是说一直哭。那你们俩现在情感是个什么状态和状况呢？就算是一个藕断丝连的状态吧。都断了啊？去年的时候到年前，他根本都没有联系过我。那后来怎么又联系了呢？就是这个是我主动联系的，就是过年了，咱们中国这个传统节日，我想拿这个问候作为借口，我也不好意思联系他，所以就用这个过年啊这个问候作为借口，因为我也想主动一点，因为我也想到他的好，我想挽回这段感情。然后我就给他去了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啊。然后后来呢，就是可能他心里也有我觉得，然后后来他就回来了。这婚还结不结了？反正我想结。你呢？但是想结，他不给我态度。我问你啊，你父母想的怎么陪嫁？姑娘能聊聊吗？我父母会给我3万左右。这事儿他知道吗？但是我没跟他说。你自己觉得你知道所有的钱其实都是你男朋友的父母出的吗？其实这个钱也不是说给我父母的，我们觉得毕竟我们俩现在就是他在大连上班，然后我总是出差，毕竟结婚以后我觉得。你们在此之前，双方父母见面之前有讨论过这些事儿吗？没有，因为。为什么不讨论？因为觉得两家就是非常好嘛。不是好什么呀？你们马上都要，这边婚房也准备了，这些事儿都不讨论吗？因为我总出差，所以不是一直在家，总是怕偶尔我回来。你怕吵什么呀？我就是怕吵架。那也就是说，其实你是有心理准备，女方家要提嫁妆的事儿的，对吗？对吗？对。那你回避他干嘛呀？你们俩谈吗？这个事儿完全是可以，你们俩沟通完了，双方做一个代表跟父母再去谈，最后达成一个方案，父母再在一起的吗？你们干嘛要把事情闹得这么不可开交呢？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相信你的未来的岳父岳母一定会想，哎呀，我们就是这个习俗，闺女儿养这么大，男方给10万块钱，难道给多了吗？再说了，我这姑娘嫁出去风风光光，说给多少钱，人家周围都给10万，您就给我这1万，我这脸往哪儿放？他们家是不是这么想？我觉得是吧。好。我们家男方也会想啊，我们家又给弄了房子，又弄了什么，哪儿还有钱呢？能不能不要这钱？是不是这么想？谈了吗？然后就是，我知道你要这样，我知道你下一个动作是要彩礼，那好，我来跟你博弈一下。我博弈的手段就是，我跟你发火。这不是你博弈的手段吗？你试图通过把一个女生都说了5月份要娶了，结果你们4月份的时候才谈这个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其实不就想逼人家？
养家要了10万块钱的彩礼，他就是个爱财的人，这没有关系。最核心的问题不在这10万块钱的彩礼，而在他们的沟通方式。老说哎呀，我们的爱怎么就抵不过彩礼，或者叫抵不过现实。其实在我看来，有时候不是现实很残酷，而是我们没有应对现实的办法。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10万块钱，你说你能出你就出了，这是假话。从所有的言谈举止当中，即使你有钱，现在你也不会出。我非常同意是说，站在你的立场上说，我不愿意再花父母的钱去为我的婚姻付出那么多，这份孝心和责任我能支持。但是有一点，你没有懂女方她在内心里面那份感受，所以说一直说沟通出了问题。我听懂了。所以一切的问题打比方说，如果你们两个现在一人感情很好，我就不信双方的父母到现在说不拿10万块钱，不给10万块钱，就让你们俩在愣的，不可能。所有的父母都不可能。这边呢，多多少少有一种理念是说，这10万块钱拿不来的话，我以后在家里边我哪有地位呀？我有何脸面进入到这个男方家庭当中去？所有你们都觉得说，我不要贱卖了自己，但恰恰是自己把给剩下了，变得一文不值。如果你们的感情还在，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不用我们告诉你们，会想出第2个、第3个、第4个，你们的父母也会帮你想出各种办法。好吧，我就说这么多。前两天我带我儿子呀去那个就是可以砍价那种玩具那些档口去看玩具，但是带儿子去的时候，你想跟那个店主砍价，你一定是砍不了价的。我作为父亲来说，我只是看重这个钱要给我便宜下来，而孩子不是，他的眼中不是钱，就是那个玩具。我喜欢那个玩具，他没有钱的概念，但他就想要，所以说多少钱他都买，这就是他。说白了，他就想要这份你通过这彩礼方面反映出你爱他的心，你们一起去聊聊，说这要不然少点儿，或者说我们想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事儿。不，你就说这钱太贵了。其实啊，你还是想跟他结婚的，要不你就别要了，你就假装走了几个月，结果钱没砍下来，伤了他的心了。彩礼就太小的困难了，今后你们生活在一起面临的困难里里外外的太多了。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都瞄的不是一个点的话，任何问题出来，你们都会变得三心二意了。爱情啊，有时候是要纯真一些，好吗？好的，让我们保持孩子般的纯真的那种爱，会非常幸福的。就这样。谢谢曲总。侯老师，有一句话说的真好，为了要面子而执着自己的错误，其实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你们在场上所有的话，都是一句潜台词：你不给我面子。你问我要10万块钱，你不给我面子。
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闹的这一出，就是涉及到了2个家族的核心利益。而这个核心利益，原本不需要家族之间来斗的，原本就是应该2个相爱的年轻人自己早就把它做完的。如果你们真的相爱，把房子还给父母，裸婚吧。等你们有条件的时候，你们再去买房。那我相信，你父母提的那10万彩礼钱不是个什么钱，你们俩这点钱凑在一起，也就够给了。你也一样。就如果你在要娶一个女人之前，你还想方设法的在跟她博弈，那你娶她干嘛呢？我们的父母对孩子太关照了，所以导致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出现了。难受吧？我都替你父母难受，我也替你父母难受。就是中国的父母真的太不容易了。我倒说大家松一些心，别给他们买什么婚房，娶不起媳妇儿是臭小子没本事，嫁不到一个好男人是你这姑娘没能耐，跟钱没关系。当我们都去物质的时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听到看到的当然就是这样。感情真的好吗？真的非常好。你们真的愿意为你们的感情放弃一切物质的东西吗？放弃那些本不属于你们，你们是用以爱之名强取豪夺来的那些财富吗？你们放得下手吗？不管是男生的父母还是女生的父母，希望以后你们能够放开手，让他们自己自由地去爱，管多了，最后引来的反而是痛苦。好了，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专家老师说的很多话，我想明白了一点，也是他们可能说话的这个核心，就是只要有爱，其他其实都不重要。其实要不要脸我无所谓，我现在只想跟你讲，就算我不要脸了，我也想和你在一起。其实我不是那种想象那种贪财女，但是你的态度总是怀疑我，总是让我真的很伤心。每次我试图说服家人的时候，总是你，而且一次一次的伤害我，而且对我父母还说出那样话，我真的没有信心跟你俩一直走下去。虽然我们走了4年，但是你给我的答复总是那么一直等下去，但是我真的无法等下去。好，时间到。哼，哎，回吧。哎呀，请关门！我相信老师们说的所有的话，不仅仅针对他们，我们也针对更多的年轻人。接下来他们自己在这个现场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请开门。我吧，有时候特愿意给人留面子，但是这种人有时候就特不留面子。比如说在这样一个高兴的时刻的时候，我还想问一句：彩礼咋整啊？我们一起去解决，我们一起协商这个事情，坐下来谈。女生呢？我毕竟是一直出差，肯定会有一些积蓄。我愿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我们俩一起共同创一些事业，自己创业。谢谢。挺给面的回答的啊！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哦，谢谢谢谢。让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时刻吧，各位，请见证。
谢谢你，谢谢你。真的非常谢谢你。行了，咱俩就回家腻歪了。要保持易背诗啊，好好补水啊。谢谢。多沟通，好吗？好，谢谢你们，请回。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他们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和我男朋友是异地恋，自从他回去长沙工作之后，他整个人都已经变了，对我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每天呢都是我主动去找他，但是每次我找他，他都说自己在忙，然后他也不会跟我说他在忙些什么。他也不会主动的过来关心我的事情，而且我真的特别缺乏安全感。我现在有男朋友就跟没有男朋友一样，这种感觉真的很累很累。但是我真的不希望我们这段感情就这样就没了，我真的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点天真的在问你。听起来是一个老生常谈啊，是不是因为物理上的距离改变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是在我看来，每一段感情都有它自己的个性和特殊性。这一对的特殊性在哪儿呢？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叶25岁，来自湖南，是一名商业主持。女嘉宾小刘22岁，来自广东，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现在还是学生是吧？还怎么认识的呀？那时候我们就是他在广东那边做活动，然后他是活动的主持，然后那时候我也经常去做一些兼职，然后我们就在活动上面认识，彼此都挺有感觉的，就在一起了。他是湖南的嘛，从2015年12月份回去湖南工作之后，都是我主动给他打电话，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他都在忙些什么。觉得没有安全感了，是不是，姑娘？我承认我在广州的那个大半年也比较宠着他吧，但是我回到湖南之后呢，因为我自己弄了一个工作室，非常的忙，导致现在可能在时间上，在很多细节上，我就慢慢的开始忽略了。我听下来你是回湖南创业了，对吧？是。当时有没有机会留在广州？有。为什么没留？因为父母在不远游嘛。那你回湖南创业，跟你的对象商量过吗？有讲过，但是不叫商量，是我通知他。通知他。你还有多久毕业，姑娘？还有1年多。那就再谈1年，毕业去找他不就完了吗？慌张什么呀？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矛盾也很多，经常都会吵架。就问题是，他现在对我态度都已经变了，都是我主动去找他，我就希望他能够就闲的时候可以多关心一下我啊，这样。要求倒不高。上几个月不是我们在一起1周年嘛，他也是因为忙自己事情啊，然后那一整天下来，他都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情，他完全把这件事给忘了。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反过来想，到现在我25岁，我一共记住3个人的生日，我爸爸、我妈妈、你的，我觉得这已经足以证明你在我心里很重要，而且。像什么情人节或者说是1周年纪念日，这些数字在我脑海当中本来就没有概念，而且我已经在你就是说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已经给了你好几次惊喜了。你所谓的这种惊喜要不断的出现的话，那这个还算惊喜吗？但是感情不是一直都需要维持的嘛？你不可能就你给我一个惊喜，后面就不理我啊，就是一些什么节日啊，情人节、圣诞节，就女生都会希望自己男朋友能够给自己一个小礼物啊之类的，但是你就觉得这些根本不重要。你在广州我又给不到啊。你可以寄过来啊。淘宝用的不太好，这不怪他啊。你们俩异地的话，多久能见一回面啊？1个多月会见一面吧，但是谁去看谁呢？都是我过去找他。问题是我过去找他之后，他就
只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然后他就是去忙自己的事情，就直接把我晾在一边。其实那一次他去长沙，我也很开心。特别不幸的是那天中午刚好跟我妈得去，就是我另外一个亲戚家，他小孩过生日，吃那个生日饭。在我们那儿有一规矩，上一份礼钱只能去2个人。你说我是跟你一起去，不让我妈去，还是我妈带着你一起去？3人一起去啊？不行啊，这不符合规矩。啥规矩啊？就是你上一份礼钱，你去再上一份礼钱呗。这有什么呀？你那次去看他，他吃了个别人的这个生日宴之后就再没回来，对吧？没有啊，我晚上不是陪他散步了吗？啊，但是一整天下来只陪我不到1个小时。过个生日要吃那么久的饭？当天我确实，我吃完饭之后，我爷爷奶奶啊，其他家人七大姑八大姨都在，又得一个送，就跟他们说说话什么的，一下午就过去了啊。晚饭跟他在一起吃的吗？没有。跟谁吃的？跟家人吃的。其实我内心还是很愧疚的，这件事儿。没别的了吧，姑娘？第2天就回去了。还有就是经常就是我们之前不是经常有很多矛盾吗？因为我也是比较敏感的人，我就会去跟他说，想要跟他沟通，他就觉得我一直在抱怨他。你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气愤。比如我举个例子，那天你在学校里面打篮球。然后你跟我说你下雨了，我说那你下雨了，我说赶紧回去，我说别打篮球了。你说不行，你说特别喜欢那种下雨打篮球的感觉，你要非得这么说，行，那你打。OK， 晚上感冒了，我已经跟他说过了，我说你这个天气下雨打篮球很容易感冒的，我提前已经预告了，但是他不信啊。这个时候说我不关心他，不安慰他，你说这个事儿上哪说理去？我都既然感冒了，很不舒服，我想得到你的安慰，你都不会安慰一下我。我已经跟他讲了，你做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你还要去做。我下次不这样不就好了嘛？然后你倒是可以安慰我啊，我确实很不舒服啊。就是我就希望他可以改变一下他对我的态度嘛。改不了了，姑娘。就还有那是我们就好不容易见一面，发现他就经常会跟一些女生聊天，而且还有删聊天记录这个事情。你这个就属于胡编乱造，真的。首先，第一，我压根儿就没有跟其他就是女孩子聊过我有女朋友这种其他以外的暧昧的信息。第二，我删的那些聊天记录不是跟某些女孩子，可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或者说是我看过之后不想怕别人翻我手机看到，这是属于我个人的隐私，我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个我删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想问一下。但是你就心里没鬼的话，你干嘛要删呢？不是，就是你是怕被我看到吗？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俩这么长时间见一面，我要真你心里有鬼或者干出什么其他的事情，那我微信里面的聊天记录我早删了，我还当着你的面删干嘛？好吧，我问问，想在一起吗？我是希望可以的。想在一起的理由是什么？就一直也觉得他，就是之前挺爱我，对他就越来越依赖，然后就对他。是因为你依赖他？对。你不想分的理由？我觉得应该是习惯了。好嘛，一个是依赖，一个是习惯，这段爱应该怎么办？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问你一个问题：爱情只占你生命的很小一部分，
这个时间可能是真的需要很长，可能需要多少次的这个冲突和斗争当中才能去成长。但是我希望这个过程呢，能够稍稍的有一个平缓的过渡。那如果你愿意选择他，你愿意依赖他，那么也请你听好刚才我对他的判断，他不是不爱你，只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的价值观里面，他可能只占据这么小的部分，你能接受吗？继续依赖。如果你接受不了，别总为美好的过去而打动现在已经什么没有的自己，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好吧？好，谢谢于老师。徐总，男生一切所有你们俩之间的决定都是你来做的，对吗？是的。当时你回到长沙的时候，你只是通知他而已，对不对？我提前通知他。对，提前通知他而已。你到长沙之后，最多联系的是他主动，对不对？甭管出于什么原因，你觉得忙，你觉得家里有事儿，你对他的回复很冷淡，是他来找你，对吧？结果你陪他仅仅是1个小时，对吧？谁更难一些呀？你难在哪儿呢？我觉得你唯一难的地儿，就是你不想直接告诉他，我们分手，我们不合适。你刚才说爱情在你的价值观里头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我觉得不准确。准确的说，你在我的心中只占一小部分。我不相信爱情会在你的心目中会占那么小的位置，仅仅是他占不到你很大的位置而已。种种的细节表现出来，你根本就不足够爱他呢，就差一个分手这2个字儿。可你又很纠结，在一起又一种习惯了。而这个女孩呢，恰恰跟你相反，你在她的心目中是占据了基本是全部，付出了这么多，一味的在追，说你能不能改变一下态度，你能不能对我热情一点，多么卑微的祈求，反而让你很难做出决定。其实你是不想伤害他的，对吧？但是恰恰你这样就是既耽误他，又在伤害着他。女孩，你哭了，其实这些事儿你都能感受到的。你们之间可能缺少一些共同语言，他可能希望你迅速的长大，可是你没有。他过来给你擦干眼泪，但能意味着他真正的是爱你吗？真爱你，他不会给你流泪的机会。女孩，给了你餐巾纸，擦干了眼泪，眼泪还是会流的。这张纸试了之后用完了，再有眼泪怎么办？还是用纸吗？给你们建议就是先想好最终谁投奔谁的问题之后，再做你们现在是否能继续下去的决定吧。就这样。好，谢谢。一个男人如果要宠你，不需要有任何理由；但如果要烦你，可以有千般种借口。宠你是因为那会儿你新鲜，烦你是因为你一成不变。一部电影看了2、3遍也会看腻，除非它不断的创新，要么你就是经典。但很显然，你没有创新，你也没有经典。刚才你们2句话已经道破了你们之间的爱情基本上走到了尽头。你说你对他的爱情是依赖，他对你的爱情是习惯，而无论是依赖又或者是习惯，都没有不可替代性。我对你们俩是截然不看好的，因为你们彼此在付出的过程当中，除了习惯和依赖之外，并没有为对方真正的绽放自己。就这样。我想对女性来说，如何在恋爱当中保持一个独立的自我，并且不断的完善自我，这是女性朋友应该考虑的。对于男性朋友来说，有一种什么持续的方式来爱，大概是男性朋友应该考虑的。最后你们自己来做决定。一起进入黄金60秒。知道你此刻就是很多时候我对你说的那种爱情的观念，你今天在这儿应该也感受到了。我想说的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再好好的审视，就是我们再好好的考虑一下对方，我们是不是他最需要的那个人，最合适的那个人。然后对于你的话，从我们在一起到现在，对你的心没有变，只是
行为和方式变了。我不管你是理解还是不理解，这就是我。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一句真话就那么难，不爱就是不爱了嘛，或者不够爱了就是不够爱了。来吧，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GD、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面神奇的转门能不能让这一对恋人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请开门。我想我以后会多点体谅他。还不够体谅呢？我觉得都只是因为不够爱吧。我觉得真的，如果爱一个人，我可以包容他。好，说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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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我也愿意为他改变。在小花童出来之前，我最后问一遍：你们是想挽救这段感情，是还是不是？是。如果你们还怀念过去那段情感的话，今天当一个新的开始，再试一试。不为情感打最后的句点，好吗？先别轻易承诺了，好吗？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戒指给叔叔啊，牵着妹妹走。来，接下来让我们见证这对年轻恋人浪漫的开始吧。各位，请见证。我想在以后，从今天开始，这一秒开始，我们两个，尤其是我，重新的改变自己，回到你喜欢的当初的那个我。要宝石1倍诗，来送给你。谢谢。希望你们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请回吧，两位，谢谢你们，请回。我们做消防宣传日的时候总说，余火呀，打扫火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要清理一遍。我为什么会想到了这个呢？其实有很多爱情，包括一些婚姻，它总有一些余温。余温再起来的时候，是烧得更加热烈呢，还仅仅是余温烧起而已。所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特别的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1倍诗爱情保鲜剂。爱情保卫战官微社区中的网友提问说，两人结婚了，感情不错，但是男方很听父母的话。父母不太喜欢自己，总是给老公说自己的坏话。前段时间怀孕，她父母说流产就流产，她也就是服从，我也就是同意了。两个人都不忍离开对方，但是她总是听父母的话，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和她继续下去。在生活当中，很多遇上大事没有主见的人，其实他有立场。但是如果在自己的孩子的问题上都没有立场、没有主见的男人，是绝对不足以托付终生的。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1倍诗冠名播出的，要保湿1倍诗，1倍诗弹润保湿水。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栏目，可以关注1倍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1倍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提前打开途牛客户端，赢100元现金券。本节目由海伦凯勒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谢谢大家。